大家知道平板在什么时候最费电吗？答案是打开相机的一瞬间，功率达到了19瓦。假设电池电压4伏，共作电流就能高达5安。这样去掉电池使用外供电就是一个挑战。大家催更的平板外供电，今天它来了。这一次采用全新的供电方案来适应平板的瞬间大电流用电，中级模块的空间利用已经达到了100%，供电范围也变宽了，从5伏到16伏都可以。现在呢就是用的一个12伏的监控电源，也有人私信我做一个路由器的不间断电源，其实大家直接买这种成品就行，价格非常便宜，大概20元左右，里面是3节18650，当停电的时候就会自动切换成电池供电。为什么不再使用 USB 供电呢？因为平板的最高耗电达到20瓦，使用更高的电压供电就可以减少线路带来的损耗。例如这个监控的12伏电源只需要1.5安的电流，就可以满足平板20瓦的用电需求。为了方便车载使用，上一次的 USB 方案这一次升级为 DC 口，可以直接把它插在车载的点烟器上。拿这个户外电源来模拟车载的使用场景，燃油车的发电机通常情况下最高不会超过15伏，熄火状态下电瓶电压在12伏左右。刚才呢没有关机直接拔电了，需要插上充电器激活一下保护板，这是我摸索出来苹果保护板的规则，安卓就没有这个现象。在无法开机的情况下呢，我们插上充电宝给它充一会儿电。充电呢也会有一些功率，大概在3瓦左右。虽然平板内没有电池，但是充一会儿电呢就可以正常开机了。开机时平板的用电功率是10瓦。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平板的改装方案。这台平板呢是 iPad Air 第2代。iPad 拆机呢要比手机更麻烦一些，如果之前有拆过机，使用的屏幕胶条质量不是特别好，就会变得更难拆。没错，就是比原装的更难拆，因为原装的屏幕胶条呢是有一些拉伸性的，咱们自己买的部分胶条呢粘性非常高，拆的时候呢就非常容易损坏屏幕。使用酒精软化一下电池的背胶，这样更容易拆下。在拆电池前呢，要记得给电池的连接座插入一个塑料卡片，这样呢就可以断开给主板的供电。费了点时间呢，电池已经拿下来了。接下来使用这块电池的保护板来接外供电的电源线。经过我的测量呢，2块电池属于是并联状态，也就是我们的外供电电源线接在2块电池任意一块电池的接耳上就可以了。接下来咱们今天的核心部件登场了，就是加压模块。这个加压模块输入电压是4.5伏到18伏，输出电压固定4.2伏，最大电流4安。通过使用负载仪测试呢，4安的电流太烫了，如果空间有限只能用单模块，我建议加一个小的散热片。我今天的方案是不加散热片。重点来了，我们要达到更高的输出电流，可以把2个模块并联在一起。操作方法非常简单，将输入和输出口并联在一起，加上焊锡就可以了。意思呢就是模块并联，输入的正极并联在一起，输入的负极并联在一起，输出也是相同的。还有人问我法拉电容应该选择多大的，我给出的建议就是空间允许选越大越好。我测试达到10发以上的手机切换电源的这个期间可以维持几秒钟的供电。这个呢就是并联好的模块。如果你的平板是13英寸或更大的，需要的运行功率更高，我们可以叠加3个模块或更多，每个模块保守输出3安电流，3个模块叠加在一起就可以达到36瓦的功率，就可以满足市面上大部分的手机和平板了。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个好工具，就是我新入手的这个万用表，品牌呢是正点原子的，它集成了3个功能：万用表、示波器和信号发生器。这个小工具它把3个设备居然合体了。背面有个支架，可以支在桌面，两侧呢是强磁，可以直接吸附在金属上。咱们直接将碳米挂在这个模块的输出端。这里呢，我在不断调整模块的输入电压。我们可以看到示波器上的信号频率现在是67.6赫兹，峰值呢是232毫伏，方根值是4.3伏，说明在输入电压改变的时候呢，芯片在不停改变自己的开关频率。而且它这个万用表的响应速度呢非常快，传统的自动万用表一直不喜欢用，因为它的响应速度就非常慢。这个产品就解决了自动万用表的一个痛点。接下来使用负载仪对它进行一下压力测试，输入电压给一个9伏，现在的输出电流是3安，提升到4安，依然保持在4.19伏的输出。因为考虑到便携和外壳的空间，最终呢我使用了2个模块加一个法拉电容。电源的输入接口呢，这一次我们使用的 DC 接头，这种圆头的适配器更好找，因为家里的旧路由器、旧光猫基本都是12伏或9伏都可以给它供电，而且这种设备带的适配器呢质量都还不错。剩余的空间呢测试了一下，只能放进一个0.47瓦的法拉电容，把它焊接在电源的输出上，2个模块1个法拉电容，可以看一下内部的空间已经利用到极限了。最后呢我们盖上上盖，模块部分就做好了。这个模块输入电压5到18伏，输出固定4.2伏，几乎通用于所有的平板和手机。使用一个氮化镓充电器测试一下它的负载，这里我用了一个触发模块，把电压触发到了12伏，电流在逐渐的增加，现在已经达到了6安，输出电压依然能维持在4伏左右，功率已经远超平板的使用需求。这个模块也可以 USB 输入，只不过把电压触发到12伏就可以了。5伏的电压低，电流就变得非常高。给大家看一下上一次的设计方案，这一次会变得更加成熟了。所有的物料成本呢，我也会以表格的形式放在视频的最后。平板的空间大，开孔就比较方便，将我们做好的电源线直接插进这个孔里，保护板使用高温胶带做一下绝缘，再将电源座插入主板下方，
电源线的过孔部分使用热缩管保护一下，我这里套了2-3层，然后插入开孔里面，将正负极焊接在保护板上。内部的线路为了防止被拉出，打上热熔胶，这也是评论区的兄弟们提示我的。打完胶后，快速把胶压平，防止它们凸起顶住屏幕。打完胶以后呢，不仅可以防止拉出，还可以起到绝缘的作用，高度呢也刚刚好低于主板的高度，这样的固定呢可以有效的防止线路被拉出。最后使用高温胶带进行2次绝缘。这个粉丝的平板屏幕呢其实已经损坏了，因为磕碰导致屏幕的彩色显示不全。通过聊天的粉丝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所在的单位已经3个月没有开工资了，而且还在做兼职。关注我的老粉都知道，我给大家改装遥控器、改装手机都是不收任何费用的。今天呢就免费给这个粉丝更换一个屏幕，我淘的是一个2手拆机屏，成色还不错。原来屏幕的右上角呢，粉丝因为磕碰呢屏幕已经碎了，换了个拆机屏呢就一并帮他解决了。因为右上角原来磕碰的太厉害，现在屏幕装不进去，我需要用钳子掰一掰才能把屏幕放下去。新屏幕开机看了一下，触摸和显示都正常，可以看到现在适配器的显示实时功率就是平板的用电功率。玩个小游戏，现在看一下功率，基本维持在15瓦左右。这里说一下如何触发充电器的高电压输出，就是买一个这样的 PT 触发模块，它可以把充电器的电压触发到9伏、12伏、15伏、20伏，需要多少电压就把对应的位置连通一下就可以激发充电器的大功率输出，最高可以达到100瓦以上。现在呢就是本期的平板改装方案。这个是新设计的模块，这个系列的视频呢，我也会持续做下去，去不断完善外供电的解决方案，给大家提供一个更优的改造思路，让更多人感受到 DIY 带来的乐趣。最后呢，给大家列一下配件清单，总共费用在30元左右。如果家里有一个12伏的适配器，还可以减掉9元。爱生活爱折腾，我是爱折腾的孙子杰。大家下期想看我改什么手机，欢迎评论区留言。